1250无折扣，国产品牌这样的一双鞋，你会买吗？那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那你会不会稍微心动一下？而且它还有着一定的穿搭属性，那你购买的欲望会不会更高一些呢？但是它是一双来自 SPO 的篮球鞋，我相信大家刚刚才起来的那么一点点欲望的小火苗啊，瞬间就熄灭了。SPO 这个品牌在绝大多数兄弟们脑海里的印象应该都是贵。割韭菜。如果在学校里我穿这一双鞋出去，身边的兄弟们都会笑我，感觉身边的人啊好像都在议论着我。哎，侬晓得搿个阿当啊，你买了双 SPO 啊，真是搿么巴味呀！你这介多钞票马上扣爸不好？哎，就是刚刚咯，这钞票嘛蛮多，搿人嘛真是不大家哎。我的得了，你这搿个一切都马上介负责，就是刚刚咯。而这一次这一双 Ranger 在外观方面确实更加原创，虽然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双能够用来打篮球的鞋子，但是它确实就是一双篮球鞋，而且还是一双有着出色实战性能的篮球鞋。不过你在这一双鞋身上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其他鞋款的影子，但是总的来说原创度还是比较高的。在重量方面，单只42.5码425克并不算特别重，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重量。好在它的重量配比做得还算不错，穿在脚上并不会有什么脱脚的感觉，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脚型适配是这一双鞋最大的一个亮点，不管是宽脚还是窄脚，选择这一双鞋都能够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感受。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宽，对于宽脚的兄弟来说非常的友好，而且跟 Player One Plus 一样，它的鞋带布局非常靠前，通过调整鞋带能够调节球鞋在前段的包裹，即使是窄脚的兄弟在拉紧鞋带之后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感受，并且由于大面积皮质材料的使用，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鞋面材料会有一定程度的变软，鞋面的包裹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舒适度也会更高。而且在动态锁定方面，它也有着出色的表现，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它的锁定都很到位，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蹬地时也不会出现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鞋脚一体性真的非常棒，是 SPO 现有所有的鞋款当中鞋脚一体性最棒的一个鞋款。而且在鞋面的强度方面，它也有着出色的表现。皮质材料的鞋面加上球鞋侧面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扳，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但是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加上比较厚实的内部填充，让它在透气性方面表现的略微有一些糟糕。虽然它的鞋舌处有着大量的透气网眼，但是除了这一个区域之外，其他位置没有任何一个透气孔。夏天想要穿它出去打球啊，肯定还是会比较热的，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中底的大面积 TPO 片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整体刚性，不管做什么动作，鞋身的整体姿态都能保持得很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用来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没有问题。而它中底的这一块 TPO，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上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磨损痕迹。这一块 TPO 的放置位置跟外底的高度相差无几，在实战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与地板摩擦的情况。虽然对于球鞋的性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球场老板来说真的不太友好。万一一个变向给他的地板来一道印子，那我估计球馆老板想杀了我的心都有。但是有一说一，它的中底实战体验确实非常出色。球鞋自带的爆发系统鞋垫脚感韧弹，不管是反应性还是缓震，它的表现都很棒。在发力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十分直接，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没什么震脚的感觉。当然，追求场地感的兄弟们，这一双鞋我是不推荐的，它的中底高度会更加偏向于一双锋线鞋的高度，并没有像 Player One Plus 一样极致的贴地感。追求场地感的兄弟们Player One Plus 会更加适合你。至于这一双鞋能不能安装他们家的那一副速度系统鞋垫，确实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并不是特别推荐。虽然能够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球鞋的场地感，但是它的包裹也会随之有着一定程度的下降。我觉得是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那种感觉，有点得不偿失。
致。而这一双鞋虽然在外观上面看上去好像特别的笨重，非常不适合实战，但是穿上它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的穿着体验跟它的外观完全就是两个极致，反差感非常强。首先就是它有着一个十分出色的跑动感受，较大的鞋头上翘幅度以及韧弹的中底材料，让它在跑动时有着非常出色的滚动感表现。中底的过渡十分流畅，加上它出色的鞋脚一体性，穿它打全场，在跑动的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特别轻盈。光谈跑动时的感觉，你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一双单支400多克的篮球鞋，特别的反差。而且虽然它有着一个巨宽无比的大底，但是它的灵活性也出奇的优秀，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过渡都特别丝滑。它的中底感受可以归结为好跑、好跳、好变向，而且极其宽大的大底也让它拥有了出色的稳定性表现。还有它侧面的这个极其夸张的外扩，我刚开始拿到这一双鞋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过度设计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它的这个角度正好与球鞋的防侧扳极限角度相同。如果真的要出现崴脚的情况了，这一块夸张的外扩橡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你减少崴脚的风险。这个在大部分人眼中的过度设计，确实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单纯为了外观或者是噱头而加上去的东西。就这样的中底表现，我觉得从1号位到5号位，这一双鞋都能够适配。它有着大体重球员所需要的缓震和稳定性，也有着小体重外线球员所需要的灵活性以及反应性，真的非常的全能，适配范围非常广。而至于它的大底，你看看它的这个大底，感觉跟汽车轮胎似的，纹路非常的粗犷，深度也非常深。即使要用来打水泥地，我估计也能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价位段的篮球鞋我是舍不得穿它出去打外场的。有米的兄弟们可以考虑尝试一波，好吧？而它在室内木地板上面的抓地表现，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横向急停的时候，它的抓地力就会有些不太够用。在做横向急停动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踩到它这一块没有纹路覆盖的区域上面，因此会出现脚底下打滑，甚至是失去抓地力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在高强度对抗的时候，甚至会有一定的伤病风险。我觉得这个问题SPO 在后续的配色上一定要进行改进，不然这一双鞋就注定不会是一双合格的1000元级别篮球鞋。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确实它有着非常不错的实战表现，但是它的大底在横向抓地这一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如果后续的配色能够在这一方面进行针对性的修正，那这双鞋的评价我会给到它A 加，甚至是更高。但是作为一双售价1250元且没有折扣的篮球鞋，我不会主动去推荐大家购买。当然，如果有人问我Ranger 这一款鞋怎么样，那我会告诉他实战性的很棒。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手头也比较宽裕，那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 SPO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们搞点优惠，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你们的产品。即使是给大家一次免费修复的服务，我相信也会有不少兄弟为之心动，对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